你是否看着时钟感到一阵恐慌？你是否觉得一天刚开始你就已经迟到了？失去的每一分钟都是钉在你潜力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你是否发现自己整天都在奔波，从一个反应性的任务跳到另一个，扑灭火焰，结果晚上把头靠在枕头上时，却带着那压倒性的空虚感？你很忙碌，但你没有效率；你在生存，但你没有在生活。你在琐碎事物上浪费了几个小时，在冷漠的恍惚中滚动屏幕，然后又怨恨生活没有给你时间去做重要的事情，陪伴你的家人，关心你的健康，关照你自己的心灵。这种感觉有一个名字，它叫时间焦虑。这是现代世界的疾病。你成了时钟的囚徒，通知的奴隶。你生活在紧急的暴政之下，却没有一丝方向。你的思绪是零碎的，你的注意力是破碎的，而时间，你最宝贵的资源，像水一样从你指尖流失。你回头看，几周几个月的疯狂忙碌，但当你试图指出你真正建造了什么，什么真正重要时，你只找到了灰尘。你没有在掌控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在掌控你，而它是一个残酷的主人。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我告诉你，你可以停止与时间赛跑，而是学会与它同行呢？你可以把这种麻痹的焦虑转变为一种刻意的、冷静的专注。这不是一个生产力或时间管理的承诺，因为这些都是专注于外部的现代概念。这是一个更深刻的承诺，一种生活管理技术。今天，我将向你介绍掌控你时间的4个斯多葛纪律。我们将把你从时间的奴隶转变为当下的建筑师。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新的日历应用程序或一个时髦的生产力技巧，它是一个在2000多年前锻造出来的心理操作系统——斯多葛主义。但请忘记那个没有情感的白胡子老人的形象。斯多葛主义是一个实用的工具，一种为混乱时期设计的心智的技术。斯多葛主义者是将军、皇帝、商人，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抽象理论上，他们需要策略来赢得现实生活的战场，在那里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们明白你灵魂深处感受到的真相。问题不在于缺乏时间，而在于缺乏方向。这里是改变你游戏的战略性重塑框架。你需要停止尝试管理时间，这是不可能的。时间是一种无情的自然力量，它无法被管理，你能管理的是在时间中的你自己。问题不在于时间流逝，问题在于你让自己随波逐流。现代世界使用每分钟都很重要这句话来制造焦虑，让你在跑步机上跑得更快。斯多葛主义将其转变为一种力量的咒语，每分钟都很重要，意味着每分钟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带着美德，带着意图，带着在场去生活。让我们停止尝试控制时间，开始掌控当下。斯多葛哲学家塞涅卡写道，不是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他观察到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日子交给任何开口索要的人，我们如何被琐事分心，推迟了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深入探讨这4个纪律之前，我希望你做出你的第一个指挥的行动。如果你准备好停止浪费并开始生活，请订阅这个频道，因为这是你对这段旅程的承诺，并且作为你意图的第一个声明，请在下方评论那句将定义你新姿态的话。我拥有这1分钟，宣布这一点，以坚定你作为当下建筑师的第一步。我们为第一个纪律做好准备，我称之为塞涅卡的刀锋。在你能够掌控你的时间之前，你需要知道它流向了哪里。你需要一个残酷、诚实的诊断。塞涅卡说，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而这种浪费的主要原因是无知。你以为你知道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但你的感觉在对你说谎。你感觉忙碌，但这种忙碌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它是分心的鸦片。当下建筑师的第一个任务是进行一次无情的审计，在接下来的3天里，你必须成为你自己时间的侦探。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即时的，你的心智讨厌这个任务，它会用尽全力抵抗。为什么？
因为审计揭露了真相，它迫使你面对你想成为的人与你日常行动中真正是谁之间痛苦的差距。责怪系统或缺乏时间，比承认你把3个小时交给了无限的滚动要容易得多。遵守这条规则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彻底的主人翁意识。这是停止责怪世界，把调查的刀锋指向自己的行为。你害怕你会发现什么？被扔进垃圾桶的数小时潜力，被交给不值得的事业的宝贵分钟。你必须拿一个笔记本，一张纸，每个小时准确地写下你在上1个小时做了什么。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不要写工作，要写20分钟回复反应性的电子邮件，15分钟看新闻推送，10分钟喝咖啡，同时思考未来，15分钟的专注工作。塞涅卡的刀锋割掉自我幻想的脂肪。你这样做不是为了责备自己，内疚是无用的，它只是过去试图破坏现在。你这样做是为了看见，你将第一次看到你浪费的确切地图，你将看到泄漏点。这次审计是你通往自由的藏宝图。你会发现你不是没时间读那本书，你选择了把那些时间给新闻推送。你不是没时间锻炼，你选择了把那些时间给焦虑的担忧。泄漏点在哪里？是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吗？是你无法说不吗？是你每3分钟就要检查一次手机的需求吗？你需要识别敌人，你不能与鬼魂战斗。塞涅卡的刀锋使敌人变得可见，而看得见的东西就可以被征服。我们使用的核心比喻是粘土。想象一下，你每天收到1440块粘土，每分钟1块。到目前为止，你一直让这些粘土块中的大部分掉在地上，在那里它们硬化成随机的分心和悔恨的形状。你正在让紧急的重力塑造你的生活。塞涅卡的审计是看着地上那些被浪费的粘土的行为。是的，这很痛苦，你会看到失去的潜力，但这是必要的第一步。你需要看到浪费，才能珍惜你手中剩余的粘土。这第一个纪律的结论是清晰。3天结束时，你将不再是一个无知的囚徒，你将是一个知情的战略家。你将拥有数据，你将知道，例如你每天在任务之间无用的转换上花费了90分钟，你将知道你早晨的第1个小时总是被反应性所窃取。这种清晰就是力量。你无法优化你没有衡量的东西。塞涅卡的刀锋没有给你更多时间，他把你已经拥有但视而不见的时间还给了你。你停止了猜测，开始了看见。既然你已经识别了泄漏点，你就需要封住它们，但不是用蛮力，而是用专注。你需要明白，大多数窃取你时间的事情并不重要。世界在尖叫着要求你的注意，假装一切都是紧急的。斯多葛主义者知道噪音和信号的区别。你必须应用塞涅卡的原则。当我们忙于无关紧要的事情时，生命中有多少被偷走了？使用你的审计并削减。要无情，说不，关闭通知。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害怕错过。你的原始心智被编程为想要知道一切，对每一个刺激都做出反应。对一个邀请说不，忽略一封紧急邮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很危险，看起来你正在失去控制，但事实恰恰相反。通过对一切做出反应，你正在放弃控制。你正在让别人的议程决定你的生活。困难在于拥抱沉默，在于选择重要的，而让紧急的事情自行燃烧。再次想想粘土。既然你知道了你在哪里丢弃它，下一步就是保护你现在手中的粘土。想象一个在他的工作室里的雕塑家，他关上门，他播放音乐，他忽略外面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他专注于一个单一的任务，把那块粘土变成他的愿景。他不会一边雕刻一边查看电子邮件，他不会一边塑造粘土一边谈论琐事。他给予当下时刻应得的尊重。你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你的审计显示你每天早上在手机上浪费30分钟。这一点的结论很简单，那些时间不再属于世界，它属于你。你不是找到时间去做必要的事情，你是从琐事中把它夺回来。这是你的第一个指挥的行动。
使用塞涅卡的刀锋，不仅是为了看，也是为了切割、剪断连接你心智与混乱的电缆。你获得的力量不是做更多事情的力量，而是做正确事情的力量。这第一个纪律的最终结果是收复。你收复了几个小时，你审视了你的生活，识别了时间盗贼，你给他们命了名，你开始建立你的防御。你还不是时刻的主人，但你已经不再是时间的奴隶，你现在是一个有意识的解放者。你意识到你所在的监狱没有外部守卫，门是从内部锁上的。塞涅卡的刀锋是你用来打开第一把锁的钥匙。你停止了做一个反应性的乘客，变成了一个审计员。你用清晰换取了困惑，这是基础。你不能在沼泽上建造圣殿，审计抽干了你无知的沼泽。现在你的土壤是坚实的，你看到时间不是一个追逐你的敌人，而是一个被入侵的领土。现在地图在手，你准备好迎接第二个纪律，1分钟1分钟的重新夺回那片领土。你准备好建造你内在的堡垒。既然你知道你的时间流向何处，我们进入第二个纪律，艾比克泰德的堡垒。这是斯多葛哲学的核心。艾比克泰德，一个从奴隶变成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教导了控制的2分法。他说，世界上的事物分为2类，我们能控制的和我们不能控制的。你不能控制什么？交通、天气、他人的意见、过去、未来。你能控制什么？你的行动、你的判断、你的选择。就在这1分钟，当下的建筑师明白，他唯一拥有的时间就是当下。内部冲突是巨大的。你的心智是一匹野马，他不想停留在当下，这是一种瘾。他疯狂地驰骋向未来，制造关于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的焦虑情景，或者他跑向过去，沉湎于无法改变的事情的悔恨。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停留在当下是困难的，当下需要专注，当下需要行动。用担忧或内疚来麻醉自己，远比对唯一真正存在的时刻及此刻负责要容易得多。野马的比喻至关重要。斯多葛主义就是缰绳。当你发现自己对明天的会议感到焦虑时，你温柔地拉动缰绳。我现在在会议中吗？不，我现在能控制什么？你把马带回来。当你发现自己沉湎于昨天犯的错误时，拉动缰绳。我能改变已发生的事吗？不，我现在能做什么？过去是灰烬，未来是蒸汽，当下是你唯一的行动领域。花费在对未来焦虑或对过去悔恨的每1分钟，都是被盗走的1分钟生命，是块交给虚无的粘土。这一点的结论是建造你的内在堡垒。艾比克泰德说，虽然他身体上是奴隶，但他的心智是自由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以他为选择的方式思考或判断，他的心智就是他的堡垒。当你只专注于你能控制的，你这1秒的行动，你就变得不可战胜。世界的混乱可以在外面咆哮，别人的紧急事务可以敲打你的门，但在你心智的堡垒内，你掌控一切。你很平静，你很刻意，你不做出反应，你不做出回应。对此的训练是正念，但带有斯多葛的偏向。不仅仅是观察你的想法，是挑战他们。当你的心智游荡时，把它带回来，不是带着愤怒，而是带着坚定，像教练一样。你每这样做1次，你专注的肌肉就会变得更强壮。从小处开始，当你喝咖啡时，就只是喝咖啡，不要计划你的1天，不要检查你的手机，感受杯子的温度，感受味道。你在训练你的心智待在你身体所在的地方。大多数人都长期缺席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这里的冲突是无聊。现代心智讨厌单一，它要求多任务处理，它混淆了疯狂的移动与进步。斯多葛的真相是，真正的进步是在安静中，在单一的专注中取得的。当你工作时，工作；当你休息时，休息。不要把2者混为一谈。多任务处理是一个神话，它只是一种同时做几件坏事的方式。困难在于抵制一直保持高效的冲动，而是选择在场。在场是真正的效率。你的心智就像一个花园，如果你不刻意耕耘它，分心和焦虑的杂草就会占据。
艾比克泰德的堡垒是做一个警惕的园丁的行为，你决定给哪些种子浇水。如果你给焦虑的种子未来浇水，它就会生长；如果你给悔恨的种子过去浇水，它就会生长；如果你给刻意行动的种子当下浇水，你将收获美德与和平的果实。你对你心中生长的一切负有唯一责任。你从这个纪律中获得的力量是不渗透性，你变得不受他人紧急事物的影响，你手机上闪烁的通知再也无法决定你的节奏，你老板的紧急邮件再也无法劫持你内在的平静。你看着刺激，暂停一下，然后在你的堡垒内决定什么是有美德的回应。在大多数时候，回应是这可以等，我现在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你停止做一个反应性的乒乓球，成为球拍。这个纪律的结果是深刻的。你不是赢得时间，你扩展了时间。1分钟的完全专注和在场，比一整天的疯狂分心更有价值。你开始意识到，生命不是以长度来衡量，而是以深度。通过强烈的活在当下，你从每1分钟榨取最大的价值。时间的奴隶总是在追赶下一个时刻，因此从未活过任何一个时刻。当下的建筑师将自己锚定在当下，并发现这是生命真正发生的唯一地方。这就是堡垒的力量。你学会对过去和未来关上门，专注于塑造你此时此刻手中的粘土。你很平静，你很专注，你很刻意，你心智的野马现在服从缰绳。你不再受你焦虑的冲动或你悔恨的鬼魂的摆布。你在场，当你在场时，你就在掌控之中。你是当下的主人。有了塞涅卡刀锋的清晰和艾比克泰德堡垒的专注，你已经更强大了。你看到你的时间泄露在哪里，并且拥有工具将你的心智锚定在当下，但缺少一个关键成分——方向。仅仅在场是不够的，你需要带着目的在场，你需要一个理由来掌控你的分钟。这引导我们到第3个纪律，所有纪律中最强大的斯多葛主义者的激进的优先排序工具。第3个纪律是奥勒留的命令。马可·奥勒留这位皇帝哲学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管理一个帝国，领导军队，并且仍然抽出时间写下他的沉思录。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我掌控的手册之一。他是如何做到的？他使用了一个无情的斯多葛工具，记住死亡。这不是一个用来制造恐慌或抑郁的工具，它是存在的最激进的优先排序工具。它是对什么真正重要的最终过滤器。这个纪律是这样的：每天早上醒来，为你的一天设定你有美德的意图，仿佛这是你的最后一天。马可·奥勒留会问自己，难道我要抱怨起床去做我生来就要做的工作吗？奥勒留的命令是看着新开始的一天，并宣布什么是必要的行为。这不是一个任务清单，这是一个品格的声明。如果今天是你剩下的唯一时间，你将如何使用你的分钟？这会瞬间烧掉所有琐碎。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活在否认中，我们的形式如同我们永生不死。我们把我们的梦想、我们重要的对话、我们有意义的工作推迟到一个无法保证的明天。思考死亡是令人不舒服的，我们的心智逃避它，他宁愿忙于小的紧急事务和徒劳的分心。应用记住死亡的困难在于它需要勇气，它迫使你面对你自己的有限性，并提问：我是否在用给予我的粘土雕刻有价值的东西，还是我只是任其掉落？粘土的比喻在这里获得了它最大的紧迫性。你没有无限的供应，过去的每1分钟都是一块永远消失的粘土。记住死亡是阻止你浪费现在手中这块粘土的东西。如果这是你的最后一块粘土，你会用它来抱怨吗？用来八卦，用来滚动一个无限的推送，还是你会用它来创造某物，去爱某人，去勇敢的行动，去保持仁慈？奥勒留的命令是看着你早晨的粘土，并决定今天我将建造一座美德的纪念碑。这一点的结论是意图，你停止以反应模式开始新的一天。大多数人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他们甚至在刷牙之前就邀请混乱、紧急和他人的焦虑进入他们的心智，他们交出了一天的指挥权。当下的建筑师则相反，
在世界能告诉他什么是紧急的之前，他为自己定义什么是必要的。他掌控他的早晨，通过掌控早晨，他掌控这一天。实际的过程很简单，但不容易。醒来，在碰手机之前，在喝咖啡之前，安静地坐3分钟，就3分钟，反思你的必死性，不是以阴暗的方式，而是以清醒的方式。然后为你的一天设定你唯一的意图，可能是今天我要有耐心，可能是今天我将全神贯注于我的工作，可能是今天我将说实话。只有一个，这个意图成为你的北极星，你接下来每1分钟的指南针。冲突再次的是习惯的阻力，你的身体会渴望手机带来的廉价的多巴胺，你的心智会说这是愚蠢的，你没有时间冥想。但请记住，时间的奴隶没有时间，当下的建筑师创造时间。这3分钟不是成本，他们是投资，他们是你在野马醒来之前就握住的缰绳。这是告诉你的日子它将如何发展，而不是问你的日子他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的行为。像一个船长，他不会登上船问乘客他们想去哪里，他不会等待风吹来决定他的航向，他有一张地图，他有一个目的地，他在起锚之前设定航向。你早晨的意图就是你的地图。记住，死亡是提醒你旅程是短暂的，你不能承受随波逐流的代价，你必须掌控舵轮。每1分钟都是一个决定，让你更接近或更远离你有美德的目的地。你从奥勒留的命令中获得的力量是目的，你的分钟现在有了一个理由。当分心出现时，它会的。你现在有了一个对抗它的过滤器。这有助于我成为你的意图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忽略它就变得无限容易。你不再只是打发时间或消磨时间，你正在用意义填充时间。你正在使用每一块粘土来建造你品格的大教堂。你把对死亡的焦虑转变为生活的引擎。时间不再是追捕你的捕食者，它成为你利用的礼物。每1分钟都变得珍贵，不是因为你需要高效，而是因为你需要有美德。你停止以任务清单上划掉的数量来衡量你的日子，开始以你行动中美德的品质来衡量它们。你停止奔跑，开始生活。这个纪律的结果是你变得有意图。你不再是一个行走的意外，一个环境的受害者，你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你带着目的醒来，你带着目的行动，你使用你的时间，你生命的织物来雕刻最好的自己。你不再害怕时钟，因为你知道，即使你只剩下1分钟，你也会活得很好。你会带着掌控去活。你用塞涅卡审计了你的时间，你用艾比克泰德锚定了你的心智，你用奥勒留定义了你的方向。你有了清晰、专注和目的，你几乎完整了，只剩最后一块，循环还没有闭合。你需要一个机制来从你的错误中学习并优化你的成功。你需要最后的纪律，斯多葛主义者的镜子，那个确保明天永远比今天更好的仪式。我们来到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纪律，夜间仪式，或称收获。如果说早晨是为了意图，那么夜晚就是为了反思。当下的建筑师不仅行动，他学习，他不仅生活，他进化。这种做法是塞涅卡和艾比克泰德的最爱，是闭合自我、掌控循环的关键。这是结束一天的行为，不是用电视或滚动的麻醉，而是用对自己表现的诚实的、私人的复盘。你成为你自己的导师。这个纪律很简单，睡觉前留出5分钟，关掉屏幕，拿起你的笔记本，问自己3个问题，没有评判，但要诚实。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我哪些分钟用在了美德上？我在哪里失败了？我在哪里浪费了我的粘土？我在哪里失去了对野马的控制？明天我如何能更明智地使用我的时间？为了明天应用奥勒留的命令，我学到了什么教训？内部冲突是疲惫不堪。一天结束时，你很累，你的心智渴望分心，渴望麻木，他不想再工作了，他不想思考，他想逃避。困难在于这个纪律需要你意图的最后一滴，在屏幕前昏倒更容易。
但是时间的奴隶逃避。当下的建筑师反思，前者无限期地重复他的错误，后者确保永远不会2次犯同一个错误。这里的比喻是收获，想象你的一天是你耕种的田地，奥勒留的命令是你早上播下的种子，你白天的行动是灌溉和照料的工作。现在到了晚上，你不会就这样抛弃田地，你会走过它，看看长出了什么，你会庆祝果实，你做得好的地方，你会检查杂草，你失败的地方，你会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更好地保护明天的收获。这一点的结论是复利进展，这是将理论转变为日常实践的纪律。没有它，所有其他纪律都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你会失败，你会分心，你会失去耐心。斯多葛主义者不追求完美，他寻求进步。夜间复盘是你的航向修正系统，每个晚上你将船舵调整1度，这可能看起来不多，但经过1年，你将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地。这不是一个用来内疚的工具。问题，我在哪里失败了？不是邀请你进行自我鞭笞，内疚是无用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认知。我在这里失败了。我在交通中愤怒地做出了反应。我在一场无用的讨论中浪费了30分钟。句号。现在，重要的问题，我明天怎样才能做得更好？答案就是你的策略。明天在交通中，我将使用艾比克泰德的堡垒，我将认识到交通超出了我的控制。你把今天的错误变成了明天的胜利。冲突也是认知失调。你不想承认你失败了，责怪世界更容易。我大喊是因为他别了我的车。夜间仪式迫使你重新获得主人翁意识。我大喊是因为我选择失去控制。进行这种复盘需要谦逊，一个学徒的谦逊。但真正的力量正是从这种谦逊中诞生的，不成为你自己反应的受害者的力量，主动选择你在下1分钟将成为谁的力量。想想雕塑家和他的粘土，一天结束时，他不会在他的未完成的雕像上盖上一块布就离开，他退后1步，他看着他的作品，他看到哪里的大理石需要更明确，他看到他在哪里用凿子犯了错，他计划着第2天早上的第1击。他的进步不是偶然的，他是刻意和持续复盘的结果。你是雕塑家，你的生活是你的杰作。夜间仪式是你批判性和艺术性的目光。你获得的力量是智慧，不是书本上的理论智慧，而是经过生活和复盘的实践智慧。你停止生活在循环的周期中，重复着同样的焦虑和分心模式。你进入一个上升的螺旋，你从你的生活中学习。你成为你自己的老师。当下的建筑师知道，最重要的日子不是今天，而是明天，因为它将建立在今天吸取的教训之上。这个纪律的最终结果是闭环。你带着意图结束你的一天，就像你开始它时一样。你不会把今天的失败带入睡眠，你处理它们，吸取教训，然后放手。你不会把明天的焦虑带上床，你已经有了你的计划。你可以真正的休息，带着心灵的平静，知道今天你已经尽力而为，并且有计划明天做得更好。你驯服了野马，你完成了这个循环。塞涅卡的刀锋给了你清晰，艾比克泰德的堡垒给了你专注，奥勒留的命令给了你目的，夜间仪式给了你智慧。你审计了你的时间，锚定了你的心智，定义了你的意图，并从你的行动中学习。你不再奔跑，你不再焦虑，你在掌控，你与时间同行，而不是对抗它。在每1分钟，你都是当下的建筑师。从时间的奴隶到当下的建筑师的旅程已经完成。你收到了塞涅卡的刀锋，以找到清晰；你建造了艾比克泰德的堡垒，以掌控你的专注；你学会了奥勒留的命令，以定义你的目的；你掌握了夜间仪式，以确保你的进步。理论到此结束，你的实践，你的新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但只有当一个转变被宣布时，它才会成为现实。因此，作为你对这个新身份的最终誓言，拿起你现在感受到的所有力量和清晰，并将它们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力量声明中。在评论中写下那句将定义你未来的话：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这不是一条评论，这是你的法令。如果你到达了视频的这一点，你证明了一件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在最初几分钟就放弃了，无法面对真相，回到了分心的舒适区。但你留下了，你是致力于精通的少数人。我希望我们的社区认可你，我希望你展示你的纪律。现在就发表第2条评论，写下我坚持到了最后，这是你承诺的证明。现在你拥有了这些工具，不要保留它们。想一想你生活中那个淹没在时间焦虑中漫无目的奔跑的人，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不要只做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向导。最后，如果这个信息在你的灵魂中产生共鸣，如果你感受到了观点的转变，请执行你最后的承诺行为。给这个视频点赞不是为了算法，这是你的哲学上的同意，这是你对掌控当下的事。你订阅这个频道不是为了数字，这是你的入伍，这是你决定加入一个致力于活的有力量和美德的思想流派。点击订阅并激活通知，因为这是你的新训练营，这是你的第一课，工作才刚刚开始，保持坚定。